你好，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，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，让我帮你来摆脱低效、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糟糕会议。我是结构思考力的创始人李中秋。在前面两讲我们梳理了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需要掌握的能力。不过更多的时候呢，你应该作为会议参与者身份来参与会议。你的唯一任务就是针对会议主题进行发言和参与讨论。所以我们第5讲的主题是用 SCQA 故事模式和说3点法则来参与好会议。在这一讲，你将学会用讲故事开场的法则和重要的事情说3点的原则来吸引住别人的目光，讲得清自己的观点，让你在会议当中进展所长，给领导留下好的印象，为自己的职场加分。不过很多时候呢，你一想到发言就会莫名的紧张，经常在会场呢装作认真在做笔记，不敢抬头，唯恐与领导产生对视，然后被叫起来，因为自己真的不知道该说点啥。而你仅有的几次发言又是怎样呢？是自信满满还是畏畏缩缩，然后陷入到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，越不敢说越说不好，越说不好越害怕说。但是无论你是否擅长在会议上发言，你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会议是你职场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也是你展现个人能力的重要平台，但是你做的并不好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你需要掌握讲故事的开场模式和重要的事情说3点这样的能力，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和实践。当然注意一下，这里的讲故事呢，并不是让你真的给大家讲一个和会议不相干的故事，而是借助故事结构来组织开场语言，让你在第一时间将领导或者是会议主持者抛出来的话茬接住，既有效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还能做一个什么漂亮的开场，既不会让会议冷场，也不让自己难堪，顺便还在快速反应后引起大家更多的注意。而重要的事情说3点这个原则呢，也不是让你说第1、第2、第3发言结束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在纵向上要分3层，总分总，先说结论横向上呢要分3类，1、2、3，发言结构清晰，逻辑严谨，面面俱到。那么我们具体该怎样应用这2个发言策略呢？我们先来看讲故事结构。有学者发现其实讲故事是有套路的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回忆下来，你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体验？电影一开场比如说大家过着幸福祥和的生活，那突然有一天呢，出现一个反面角色，他打破了这种宁静要么是抢走一个东西，要么是伤害的一个人怎么样。然后呢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主角要出现了。注意这个时候主角呢不能是一个英雄，如果是个英雄直接出来把坏人打死了，那故事就结束了，对吧？注意这个主角呢一定要是一个小人物，或者是一个颓废了的英雄那然后他要历尽千辛万苦，各种磨难，最后呢重新变成英雄，打败对手，赢得和平，最后呢完成了什么？他自我的救赎。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好多故事都是这样一个逻辑，对吧？这个逻辑呢完整的结构呢叫做英雄之旅，那简化版的结构叫什么呢？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叫做 SCQA， 我们把它叫做 SCQA 的讲故事模式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所谓 S 指的是情景，叫做原本稳定状态的描述。 C 冲突，颠覆现状，发现问题。 Q 疑问，提出待解决的课题。 A 回答，给出假设性解决方案。好，那我举一个发言的例子比如说有人可以这样讲，说本公司在上市以来人员增长了5倍，营业额比去年增长了10倍，然而现有人才的质量严重制约了业务的进一步发展，如何让人才符合目前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呢？好，我们计划开展核心人才加速培养项目，提高人才质量。你看一开口先抛出一个稳定的良好的状态，然后呢冲突出现了，人才的质量跟不上，那怎么办呢？引出自己要发言的内容是这样，所以它可以帮我们特别简洁明了的给一个开场白，讲清楚背景以及遇到什么问题，最后怎么做，效果非常非常好。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它特别的吸引人。为什么吸引人呢？就源于它的故事属性。而且讲故事结构呢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可以很好的与之前发言的人形成呼应。我们说过会议呢是信息交互、思维碰撞的地方，
我们的发言呢，最好能建立在已有的或者是他人的发言之上。无论你是不是同意前面人的发言，还是要做补充，都可以使用故事性的结构属性进行加工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这样讲：某某同事呢，根据现状做的原因分析啊，挺全面的，只是忽略了生产环节对结果的影响。主要影响是什么呢？我来补充一下。你看啊，这其实也是完整的 SCQA 结构。那么，当你使用了一个吸引人的 SCQA 故事结构的时候，将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你自己身上，你就是就可以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思想和会表达的一面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纵向上说3层，使自己的观点发言符合总分总结构；横向上说3点，使自己的发言符合 MISI 原则。纵向上的总分总结构很容易理解，首先说结论，再说细节，最后再总结结论。这个呢比较简单，比如前面那个案例当中，用 SCQA 讲故事原则引出的是什么？叫计划开展核心人才加速培养项目来提高人才质量。这个呢就是结论。而在之后就需要展开讲，重点讲的细节，像这是什么样的计划，为什么开展这个计划，包括怎样去实施这个计划等等。那这个时候这些的展开就要符合横向说的3点的 MISI 原则。MISI 呢，它的中文的意思叫做相互独立，完全穷尽。它是指你在阐述的细节与细节之间需要界限清晰，不重不漏。比如我们可以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，这就是界限清晰，不重不漏，符合 MISI 原则。而如果我们将人分成男人和未婚女人，有什么问题？遗漏了已婚女人这个类别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把人分为男人和已婚人士，那有重叠，男人里面包含已婚，已婚里面也包含男人，同时呢还有遗漏了什么？遗漏了未婚的女士。而在工作当中的分类可能要稍微复杂一些，但是呢原理呢是一样的。所以为了方便大家使用课程当中呢，我分享2种比较常见的百搭的分类方案。那第一种呢叫做 Why、How、What 模型。这个方案侧重于对于一个产品或者项目的情况介绍。你要用这次发言呢，向与会者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比如说你的目标使命、方法路径以及真正的价值，或者已经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展开。比如说第一叫做 Why， 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或者项目？第二个呢是 How， 这个产品和项目是如何帮助他人或改变他人的？第3个是 What， 这个产品呢具体是什么？这个模型中的3个分类的顺序你可以按照需要进行调整，先说哪个都可以。前面那个培养计划的案例呢，就是先说的先说的 What， 后说的 Why， 最后讲的 How。那第2种分类方案呢，我们叫做现象、原因、解决方案模型。它侧重于对于一个现象的原因分析，并且提出解决方案。你要用这次发言与与会者强调组织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困境，引起这个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以及针对这样一个根本原因，你制定了哪些的解决方案。那你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展开。第一个，现象是什么？第2，原因是什么？第3，解决方案是什么？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会议上，老板问你说，为什么最近的业绩下滑呢？你可以这样讲，是的，这个月业绩下滑10%，主要原因是线下交易量持续萎缩，线上交易平台还未交付，这2个方面原因造成的。那我正在制定新的促销计划，而线上交易平台呢，月底也会投入使用，我有信心在下个月将业绩补回来。你看这就是严格按照现象、原因和解决方案的顺序进行展开的，非常的清晰明了。如果老板有兴趣，你可以再将促销计划再来展开介绍一下。最后当我们用非常清晰的细节阐述完观点以后，别忘了我们纵向的总分总结构，再一次使用简短的总结性语言对发言做一个小结，一定可以让你的观点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好，那我们总结一下，每次会议呢都是为你职场加分的机会，我们不要逃避它，学会合理的使用讲故事结构，做一个吸引人又与他人发言相呼应的开场白，然后使用重要的事情说3点原则，纵向上总分总，横向上
符合 MIS 原则，借鉴我给你分享的2套发言模板，让你在会议当中侃侃而谈，尽情的展现个人魅力。好，到这里呢，第2个模块的内容就讲完了。我们分别从会议的发起者、主持人和参会者3个角色出发做了分享。简单一些理解呢，就是说，如果3个角色我们都可以做好，那么我们这场会议大概率讲是一个高效的会议。不过我们的课程呢，并不会到此结束。在下一个模块我们将会看3种会议类型，也就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的例会，为了解决问题的研讨会，为了便捷使用的视频会议。这3种依照不同的分类方法画出的不同类型的会议应该怎么高效的展开，然后对它们进行一一的分享。好，我是李中秋，我们下一讲见。